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第一大家族，其几百年的经营，早就让他们在全世界各国以及各行各业实现了深度渗透。欧美汽车工业起步已有100年历史，曾经一度领先全世界。如此大的产业，罗斯柴尔德家族自然是早就有所布局。别说这些欧美企业，就连日韩的汽车企业，以及汽车相关领域的供应链企业，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有持股甚至控股。做到这一步，对他们来说其实也并不算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投资企业，那样对他们来说太麻烦，因为很多行业都需要进行深入了解和评估，然后再对相关的企业进行筛选和备调。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控这些产业的核心，在于大面积的金融投资和资本运作。他们早就拥有用之不竭的巨量资金，以及大量追随他们的旁系家族。早在几十年前，他们就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风投公司，对每个目标行业的中前部企业以及潜力企业进行投资。近现代的大型企业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必经之路就是融资，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通过各种风投公司以及投资基金对这些企业实现持股。当这些企业拿了他的投资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罗斯柴尔德家族会为他们整合更多的行业资源，进一步加快他们成长的步伐，同时也会用资源来置换更多的股份，最终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也把自己扶持到了大股东甚至控股股东的地位。韩国人常说，韩国人一生都躲不开三星，因为三星集团早就通过资本运作，渗透到了韩国的各行各业，无论是科技产品还是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三星集团以及三星集团控股以及持股的企业。有可能三星自己不涉足卫生纸的生产，但韩国造纸行业的巨头背后就有三星集团的持股，买一包卫生纸也会有20-30%，甚至更高的利润流入了三星集团的口袋。而三星的覆盖面只是韩国而已，罗斯柴尔德家族覆盖的是整个欧美，是欧美人一生都躲不开的财阀。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早就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渗透得彻彻底底。除了欧美之外，亚非拉也并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中空地带。非洲和拉美的能源和矿产，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就完成了布局。亚洲除了华夏之外，日韩和东南亚也都在2战之后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趁虚而入。尤其日韩，战后经济靠着美国崛起，如果美国财阀不提前渗透进来，又怎会让他们这么快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一般情况下，叶晨其实用不到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同志，毕竟叶晨之前涉足过的行业与全球供应链没什么太大关系。就算是伊苏航运，也不是全球供应链的需求方，而是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物流运输。船舶的制造虽然用得上供应链，但伊苏航运只是航运公司，从世界顶尖的造船厂采购船舶，而并非参与制造，所以自身并没有什么用得上供应链的地方。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汽车产业作为现代化工业的明星产业，是全世界最吃供应链的行业之一，而这恰好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擅长的。于是叶晨立刻拿起手机，给正在金陵无所事事的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打去电话。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自从来金陵负责家族的整个大中华片区，主要在忙3件事，一个是赶紧把大中华区总部都迁到金陵，一个是加大对金陵的投资力度，再一个就是找机会跟叶晨套近乎。前2件事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不过第3件事有点难度，因为叶晨每天东奔西跑，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没太多与叶晨接触的机会。前段时间，白马岛事件在全世界范围闹得沸沸扬扬，史蒂夫·罗斯柴尔德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么大的事情被这么干脆地控制住，并且让伯纳德·埃尔诺纳老家伙得了天大的好处，肯定是叶晨在背后推波助澜。通过这件事，他更进一步意识到了叶晨的能力。原本
他对叶晨毕恭毕敬，主要是出于对回春丹的忌惮和向往。回春丹如果给到他老爸，就能让他一辈子当太子当到死；回春丹如果给到他，将来就能让他儿子当太子当到死。他一来不想让老爹得到回春丹，二来还想将来给自己多争取争取。可是白马岛的事情让他意识到，叶晨的能力可不只是回春丹而已，他的实力在于他极强的个人实力，以及背后潜在的托举能力。伯纳德·埃尔诺这次的收获是无处富豪，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全世界近100亿人口，大多数对富人都是有成见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是富人掠夺了他们的剩余价值，侵占了他们的人均资源和财富，才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就算他们不仇富不恨富，也不会对富人有什么特殊好感。但伯纳德·埃尔诺通过白马岛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操作，成了全世界人民热爱和拥护的大富豪，成了人民的富豪，世界的富豪，正义的富豪。这个可太让其他富豪羡慕了，尤其史蒂夫，他甚至一直幻想，将来叶晨要是能给自己一个这样的造化该多好，花100亿也值得啊。要知道，捐100亿可未必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接到叶晨电话，他格外激动，兴奋地问：叶先生，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叶晨微笑着问：史蒂夫，你们家族好像在汽车产业耕耘很深。精明的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一下就知道了叶晨的意图。长鹰汽车前段时间的动作这么大，甚至找来塔瓦纳连开20场演唱会，足见叶晨肯定想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现在给自己打电话，肯定是关于供应链的问题。对于这些顶级富豪来说，他们的商业嗅觉比一般人要灵敏无数倍。于是他立刻开口道：叶先生，汽车方面的事情，您找我算是找对人了。从亨利·福特100年前开始搞福特生产线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入股了他的企业。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渗透到了汽车产业的上下游。全世界80%以上的主机厂、配件厂，我们都有直接或者间接持股。叶晨笑道：看来你已经猜到我的意图了，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什么时候有空，我带长鹰汽车的负责人跟你见一面，取取经。关于供应链这块的关系，也请你帮忙疏通一下。有时候，供应链考验的不只是议价能力，还有协调能力。芯片吃紧的时候，谁能得到充足的芯片保障，谁的生产就不会受到影响。大型设备的供应也是一样，同样是买设备，有的企业要先交钱，眼巴巴的排队等个1-2年甚至更久，但有的企业这边打个招呼，那边设备的零配件就已经运往某个港口准备装船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美制造业的地位无与伦比，堪称欧美供应链之父，很多欧美国家政府都无法比拟，其他企业就更不可能望其项背。叶晨也不需要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亲力亲为的帮忙，以他的影响力，只需要带着贺远江到欧美以及日韩溜达一圈，跟那些供应链的企业负责人见一面，吃吃饭，聊聊天，就足够保证长鹰汽车在这些供应链里拿到最好的资源和价格。欧美社会其实是跟华夏一样，也是人情社会。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当即说道：哎呀，叶先生，怎么能劳烦您来找我？要不您说个地方，我过去找您吧。反正我最近在金陵也不怎么忙，时间大把多。叶晨微笑道：我和长鹰汽车的负责人目前在总装厂这边，离金陵有200多公里，不过晚些时候我们就回去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到天香府一起吃顿饭，我介绍你们先认识一下。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笑道：没问题，叶先生，我提前去天香府等着您。